大家好，如果你翻开地图，找一个被大国环伺、始终活在强权阴影下的地方，你一定会看到它，那就是朝鲜半岛。为什么美苏两国随手在地图上画的一条纬线，就能把一个民族生生撕裂了大半个世纪？为什么这片土地总是重复着被大国博弈的宿命？纵观朝鲜半岛几千年的历史，它永远活在更强大的力量之间。在这里，历代政权必须在宗主与独立之间走钢丝，稍有不慎就是亡国之祸。它内部的撕裂与外部的干预，就像一对双生子，交替撕咬着这片土地。但这绝不仅仅是一部充满屈辱的受害史，在绝境中，他们有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有比古腾堡早近80年的金属活字，有宁死不降的三别超军，也有从废墟中浴火重生的强悍生命力。接下来是我制作的朝鲜历史视频，带你跨越数千年的时间线，看看这个在夹缝中燃烧的民族，到底走过了怎样的岁月。关于朝鲜半岛的历史，应该从哪里开始讲起？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谜。从长白山天池边那个熊与虎的神话开始，从商朝移民机资跨海东渡开始，还是一座半岛被一条纬线劈成两半的瞬间开始，无论从哪里讲起，朝鲜半岛的历史始终绕不开一个词：夹缝。它始终活在更强大的力量之间。公元前2333年，平壤。一个叫谭军的年轻人站在太白山下，宣布自己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的母亲是熊变的，父亲是天帝的儿子。这个故事来自13世纪高丽僧人毅然的《三国仪式》。他告诉你，从最开始，这个民族就相信自己是天神的后代。今天的考古学家不会把谭军当作信使，但神话有神话的力量，它标记了一个起点。考古学给出的画面比神话更具体，在平壤一带的遗址中出土了琵琶形青铜短剑、多钮粗文镜和黑陶器皿。这些文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与中原的西周同期。琵琶形铜剑是东北亚独有的器型，从辽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这说明早在机资东渡之前，半岛北部已有成熟的青铜社会，能够组织冶炼和大型祭祀。古代朝鲜文明不是中原的简单复制，而是东北亚多元文明交汇的产物。比神话更可靠的历史，要从商朝终结后说起。公元前1046年前后，商纣王的叔父姬资不愿做周朝的臣民，他带着5000殷商移民向东迁徙，跨过渤海，来到半岛北部。姬资带来了中原的青铜器、农耕技术和礼乐制度。周武王顺水推舟，把他封为朝鲜侯，这就是姬资朝鲜。据《史记》记载，姬资制定了8条简单的法律，他教导当地人种田、养蚕、织布。他的后人世代统治这片土地，持续了近1000年。姬资朝鲜是半岛文明化的重要起点，它不是孤岛，从一开始就和中原血脉相连。公元前194年，姬资朝鲜被一场权力更迭终结了。燕国人魏满带着1000多名逃亡者来到平壤，他假意投靠姬资朝鲜末代王基准，他谎称汉朝要来攻打，请求带兵防守边境。基准相信了他。魏满在边境招揽流民，积蓄力量，随即反戈一击，攻入王显城。基准仓皇南逃，魏满自立为王，建立魏氏朝鲜。这场权力更迭来得太快，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魏满精明地主动向汉朝称臣，换取了外部承认。他的孙子右渠王就不一样了，他拒绝纳贡，阻断周边部落与汉朝的通路，还伤害了前来交涉的汉使。汉武帝不能容忍这样的挑衅。公元前109年秋天，他派楼船将军杨仆和左将军荀至两人率5万大军水陆并进，直指王显城。战争打了1年多，汉军一度受挫，
杨浦的先锋被朝鲜守军击溃，险些全军瓦解。最终，朝鲜内部发生内讧，主和的大臣除掉了右渠王，开城投降。公元前108年，魏氏朝鲜就此终结。汉武帝在原来的土地上设立了乐浪、临屯、玄图、真番四郡，史称汉四郡。其中临屯、真番不久后被并入乐浪和玄图。汉四郡更多是一个历史概念，指代汉朝在该地区的郡县统治。中原王朝第一次在半岛北部实行直接统治，汉人官吏、商人、移民大量涌入，带来铁器、汉字、律法和儒学。平壤附近的月浪郡出土了大量汉代漆器、铜镜和竹简，上面记载着户籍、田亩和税收。半岛北部被纳入了汉帝国的行政体系。汉四郡的控制力是有边界的，大体只能管到清川江一线，再往南是马韩、陈韩、建韩三大部落联盟，统称三韩。他们种稻、织布、打仗，有自己的酋长和习俗。汉人的铁器和技术通过贸易流入三韩，汉字也开始出现在部落首领的印章上。公元前后，汉帝国衰落。公元313年，高句丽攻陷乐浪郡，汉四郡在半岛北部的统治终结了。但400年的渗透已经改变了这片土地。当高句丽人接管时，他们接手的是一个有着成熟官僚体系和农耕经济的社会，不是原始部落。高句丽的建国故事充满了英雄色彩。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受兄弟排挤，他带着少数随从南逃至祖本川，他在这里建都，国号高句丽。朱蒙被后世尊为东明圣王。高句丽从诞生起就是军事化的国家，全国分5部，成年男子平时种地，战时出征。他们的骑兵、剽悍、长矛和教弓都是致命的武器。最有名的是山城战术，在险峻的山峰上筑城堡，储存粮草，敌军来犯就坚壁清野。中原大军远道而来，后勤困难，往往在山城下耗尽锐气，只能撤退。公元427年，高句丽迎来一个转折，长寿王把都城从国内城迁到了平壤。这意味着战略重心从辽东转向了半岛主要农业区。不久前的广开土大王时代，高句丽已经扩张到了顶点。好太王碑记载，广开土大王西败契丹，南征百济，连夺数十城。他还因新罗求援，出兵击退了入侵的倭寇。高句丽成了东北亚的霸主。高句丽人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不是疆域，而是墓室里的壁画。在今天中国吉林吉安和平壤附近，保存着近100座高句丽古墓壁画，画中有成龙的仙人、狩猎的武士、脚底的壮汉、宴饮的贵族。在安岳3号墓中，甚至描绘了一整支行进中的仪仗队，人物多达250余人。这些壁画用色浓烈、奔放，线条流动感极强，与同时期中原汉墓的庄重风格迥然不同。他们记录了一个热爱生活、崇尚武力的民族的日常，是东北亚古代绘画艺术的巅峰之作。西南部的百济也在迅速成长。公元前18年，高句丽创始人朱蒙的儿子温作，他因继承权问题南下汉江流域。他在卫理城建立百济，意为慈悲之国。百济控制着肥沃的平原和水陆要道，农业发达，海外贸易活跃。他们与南朝中国、日本都有密切往来。百济的佛教比高句丽和新罗都早，公元384年就被定为国教。百济还向日本输出了汉字、佛经和建筑技术，是东亚文化传播的桥梁。在百济和新罗之间，洛东江下游还有一个小国联盟叫卡泽，噶陈由6个小国组成，以金关噶陈为首。公元42年建国。噶陈人没有高句丽的骑兵，没有百济的农田，也没有新罗的花廊，但他们拥有整个半岛最好的铁矿。噶陈的铁器通过百济和新罗销往中国和日本，换取丝绸、铜镜和奢侈品。公元4到5世纪是夹盘的黄金时期，但夹在2个逐渐强大的邻居之间，小国的命运注定艰难。公元532年，金关卡禅并入新罗。公元562年，大嘎什也被并入。
夹缠的冶铁技术和贵族阶层被新罗吸收，成为后来统一战争的重要资源。东南角的新罗起步最晚，公元前57年，破赫居士在庆州建立新罗，当时还只是陈韩部落中的一个小联盟。新罗靠海，地理位置相对封闭，早期发展缓慢，但也避开了大量战争。新罗独有的花郎制度令人印象深刻，贵族少年结伴游历名山大川，在山水之间习武、修行、吟诗。他们是武士，也是诗人。花郎道培养出大量能文能武的人才，成为后来统一半岛的中坚力量。到了6世纪，新罗迎来转机，真兴王夺取了汉江流域，获得通往中国的海上通道。这个出海口让新罗可以直接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国力飞速提升。三国之间时战时和，格局在7世纪被彻底打破。新罗看到了机会，主动选择与唐朝结盟。这个决定改写了半岛的命运。公元660年，唐朝大将苏定方率13万大军渡海，他与新罗5万联军合击百济，百济都城四比迅速陷落，国王义慈王被俘，国祚近700年的百济就此终结。百济遗臣鬼氏福信拥立王子扶余丰向日本求援。公元663年，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战在白江口爆发，唐军战船高大坚固，用火攻战术击溃了日本舰队，百济复国梦碎。百济终结后，唐朝和新罗的矛头指向高句丽，高句丽更不好打。隋炀帝曾3征高句丽，耗尽了国力。公元612年柞水之战，高句丽名将以知闻得诱敌深入，决堤放水，30万隋军仅剩2700人逃回。唐太宗李世民2次御驾亲征，都未能攻克平壤。但高句丽有一个致命弱点，内部不团结。权臣渊葛、苏文死后，3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爆发内战。长子渊南生被弟弟驱逐，逃往唐朝求援。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公元668年，唐将李继率大军东征，新罗从南线配合，高句丽防线全面动摇，平壤被攻破，国王高藏投降，存在705年的高句丽就此落幕。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想把整个半岛纳入直接统治，但这激怒了盟友新罗。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句丽的火种并未彻底熄灭。公元698年，高句丽旧将大作荣在天门岭之战中大败唐军追兵，他率领高句丽和漠河移民东迁至牡丹江流域，在吉林敦化附近的东牟山建立镇国。公元713年，唐玄宗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改国号为渤海。渤海国全盛时期疆域辽阔，北至黑龙江，南抵大同江，东达日本海，西接契丹，有5京、15府、62州。首都上京龙泉府的规划完全仿照长安城格局，街道方正，宫殿宏伟。渤海人以善种植水稻和海上贸易闻名，被中原誉为海东盛国。渤海立国229年，公元926年被契丹所并。它的存在证明高句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并未随王朝终结而断绝。新罗文武王金法敏暗中扶持高句丽和百济残余势力，对唐军展开游击战。公元670年，唐罗战争爆发，唐军主力被吐蕃牵制在西线，无法全力东顾。新罗步步为营，逐渐把唐朝势力向南挤压。公元676年，唐朝被迫将安东都护府撤回辽东。新罗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这是半岛历史上第一次由本土政权完成统一。新罗向唐朝称臣纳贡，换来了承认与和平。统一后的新罗进入了黄金时代，都城庆州号称为黄金之都，佛寺林立，商旅云集。今天庆州古墓中出土的纯金王冠薄如蝉翼，金片缀着玉珠和区域，1000年后依然璀璨。天马中出土的障泥板上，一匹天马踏云腾空，笔触飞扬洒脱。这些都证明当时新罗工匠的技艺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新罗全面仿效唐朝制度，建立3省6部，设立国学，用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子弟，
大量留学生前往长安学习。崔致远12岁赴唐，18岁科举及第，官至高官。他写的《贵院笔耕集》流传至今，是韩中文化交流的象征。佛教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佛国寺的多宝塔与释迦塔用花岗岩雕琢出木材般精巧的结构，吐寒山中的石窟庵。工匠们用花岗岩雕凿出一个完美的圆形穹顶，穹顶之下3米多高的释迦牟尼本尊佛面朝东海，静静注视着芸芸众生。这尊佛像至今仍在，是朝鲜半岛最动人的艺术瑰宝。佛教在新罗的兴盛离不开一位传奇人物元晓大师。他本出身贵族，却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浪迹民间，用最通俗的语言向百姓说法。他曾提着一只葫芦走遍村落，把深奥的佛经编成歌谣传唱。元晓的佛学思想甚至远播日本，影响深远。他让佛教不再是贵族的奢侈品，而成了普通人的精神寄托。统一不仅带来了和平，也带来了文化的融合。高句丽的豪放激昂，百济的优雅精致，新罗的质朴坚韧，3种气质在这片土地上慢慢搅拌在一起。高句丽古墓壁画中的勇士骑射狩猎，飞天翩翩起舞，百济工匠烧制的莲花纹砖也同样精致，他们一起融入了新罗艺术的共同记忆。百济终结后，大量文人和工匠流入日本，他们带去了更成熟的汉字书写和佛寺建筑技术。奈良的法隆寺几乎就是百济工匠的杰作。海洋贸易是统一新罗的另一大支柱。9世纪初，一个叫张宝杲的海上枭雄在丸岛建立青海镇，他拥有一支庞大的私人船队，控制了东亚3国之间的海上贸易航线，从中国运来丝绸、瓷器、书籍，从朝鲜运出人参、皮毛和马匹。张宝杲的势力活跃于山东半岛的新罗坊，专门接待来往的新罗商人。他的势力大到可以左右新罗王位的更替。公元846年，张宝杲最终遭政敌攻击离世，但东亚海上贸易网络已经在他手中成型。但这种繁荣建立在冰冷的制度之上，古品制是其中最苛刻的一种。根据血统，人从出生就被分成不同等级。圣古和真古贵族垄断最高权力，6头品以下无论多有才华都无法触及权力中枢。崔致远满怀抱负回到新罗，却因为6头品的出身只能做些低微官职。他心灰意冷，隐居山林，终生著书。这不是个例，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他们的才华无处施展，怨恨越积越深，贵族则在权力斗争中互相倾轧。8世纪后期，圣古血统因近亲通婚绝嗣，惠公王死后，王位在真古贵族不同派系间流转，每一次更替都伴随着权力冲突，中央权威迅速瓦解。9世纪末，一场大饥荒点燃了火药桶，农民揭竿而起，地方豪族拥兵自重，后百济和后高句丽先后建立，半岛再次陷入3国纷争，史称后3国。后百济的创建者甄宣本是新罗将领，他在西南起兵，以复兴百济为旗号。后高句丽的公义自称弥勒佛转世，性格刚烈，动辄惩处部下，他的部将们人人自危。公元918年，一个叫王建的将领被推举出来，他推翻公义，建立高丽，定都开京。王建为人宽厚，善于笼络人心。他先于935年接受新罗末代王敬顺王的主动归降，4年出兵灭后百济，分离了不到20年的后3国再次归于一统。王建给子孙留下训要10条，要信奉佛教，尊重儒学，警惕外敌，这3条是最要紧的。这份遗嘱成为高丽王朝的最高纲领。高丽立国后并非一帆风顺，10世纪末，北方的契丹崛起，辽国骑兵如旋风般南下。公元993年，辽军渡过鸭绿江，高丽朝野震动。一个叫徐熙的文官主动请缨去辽军大营谈判。他说，这片土地是高句丽的故土，我们作为继承者收复失地，天经地义。如果你们逼迫太甚，我们就只有拼死一战。辽军将领知道深入敌境后勤困难，同意撤军。高丽向辽称臣，但换来了鸭绿江东岸大片土地的实际控制权。
这是一场弱国外交的经典胜利，但和平没能持久。公元1010年，辽圣宗亲征，攻破开京，焚毁宫殿，高丽显宗被迫南逃。名将江寒赞在归州设伏，诱敌深入，重创辽军。公元1018年，辽军第3次入侵，江寒赞再败辽军，彻底消除了契丹威胁。平安的日子久了，高丽内部的矛盾反而加剧，文臣把持朝政，武将地位一落千丈。公元1170年，一场宴会上，文臣公然侮辱武将，郑仲夫等将领当场发难，清理了文臣，废黜国王。高丽进入了长达100年的武人主政，武臣们废立国王如同儿戏，为争夺最高权力互相攻伐。崔忠宪建立了以私家武装为基础的集权体制，崔氏4代专权，权倾朝野。但讽刺的是，武人主政时代反倒是高丽文化成就最耀眼的时期。高丽青瓷达到了古代陶瓷艺术的顶峰，匠人们用翡翠色的釉料在瓷面上雕刻出云鹤、莲花和童子，阳光穿透薄胎时，瓷体泛出柔和的玉色光泽。这种釉色，全世界独此一家。12世纪的中国人也在惊叹它的美。宋人徐经出使高丽后写道：陶器色之清者，高丽人谓之翡色。高丽人在印刷术上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蒙古入侵期间，高丽朝廷为祈求佛力护国，在僵化岛雕刻了8万大藏经。这套经版共81258块，每块双面刻字，历经16年完成，现存于海印寺。更了不起的是，公元1377年，高丽僧人在兴德寺用金属活字印制了《直指》一书，这比古腾补圣经早了78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蒙古入侵期间，并非所有人都选择投降，三别超军就是最顽强的抵抗者。他们原是高丽王室的禁卫部队，朝廷投降蒙古后拒绝接受。三别超退守真岛，建立海上政权，继续抵抗了3年之久。公元1273年，蒙古和高丽联军攻破最后据点济州岛，三别超全军覆没。但这段以卵击石的抗争，至今仍是半岛抵抗精神的重要象征。更大的冲击从北方草原袭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铁骑席卷欧亚大陆，高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漩涡。公元1231年，蒙古首次入侵，高丽朝廷决定迁都僵化岛，利用蒙古骑兵不善水战的特点，进行持久抗战。这个决定保住了国脉，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231年到1259年，蒙古先后6次进攻，所过之处城池尽毁，无数城市被毁，大量人口被迁移。公元1259年，高丽太子王飞赴蒙古乞和，接受元朝宗主权。此后，历代高丽国王被迫娶蒙古公主为妻，王子到元大都做人质。元朝还在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干涉内政。最屈辱的是，元朝2次征调高丽士兵和工匠参与远征日本。公元1274年和1281年，数万高丽人被编入蒙古东征舰队，他们在台风和日军的夹击下葬身大海。高丽虽然保留了名义上的独立，但实际沦为元朝的附庸。在屈辱中，高丽的王族逐渐蒙古化，蓄辫发，穿胡服。到了14世纪中叶，元朝衰亡，高丽恭敏王趁机推行反元改革，收复被元朝夺走的旧地。他罢黜了亲元的权臣，废除了蒙古式的辫发和服饰，恢复了高丽的传统制度。恭敏王还重用了一位奇特的僧侣改革家辛妃。辛妃主张解放奴婢，重新分配土地，触动了权贵阶层的根本利益。改革只持续了6年，辛妃被赐处置。恭敏王不久后也遭变故身亡。但这次改革留下的火种，在李成桂的新王朝中继续燃烧。公元1388年，明朝和高丽因为铁岭卫的归属爆发争端。高丽权臣崔莹主张对明用兵，命大将李成桂率军北上进攻辽东。李成桂率大军走到鸭绿江边的威化岛时，正值暴雨连绵，江水暴涨。他召集将领说了那句改变历史的话：以小逆大，必输无疑。与其送死，
不如回师纠偏，威化岛回军，终结了高丽王朝。李成桂返回开京，废黜国王，排除了崔莹等政敌，一个新的王朝即将诞生。公元1392年，李成桂正式登基。他派使臣去南京，请明太祖朱元璋为新朝定国号。朱元璋选中的是朝鲜，寓意朝日鲜明。从此，朝鲜这个名字与半岛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绑在了一起。李成桂把都城从旧势力盘踞的开京迁到他视为龙兴之地的汉阳，也就是今天的首尔。宏大的土木工程随即展开，景福宫、宗庙、城墙同时开工，一座严格按照儒家礼制规划的都城在汉江之北拔地而起。李成桂的儿子李方远是开国中最铁腕的角色，他为了替父亲扫清障碍，亲手除掉了忠臣郑孟周。在多次王子之乱中，他排斥了自己的亲兄弟。公元1400年，李方远在第二次王子之乱中排除了最后的竞争者，他迫使兄长定宗退位，自己登上王位，就是太宗。他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但他同时是一位铁腕改革家。他废除私兵制，把兵权收归中央，完善了朝鲜王朝的官僚体系。这父子两人用铁腕手段夯下了500年基业最深的地基。真正的盛世在第4代国王李祹手中到来。世宗大王，朝鲜历史上最受尊敬的君主，没有之一。他在位32年，最大的功绩是创造了训民正音。世宗看到百姓因为汉字复杂而目不识丁，痛心不已。他秘密召集集贤殿的学士，从天地万物的声音中寻找规律，最终创制了一套简单易学的表音文字。这套文字颁布时，满朝儒臣激烈反对，他们说这是背离中华文明，自甘夷狄。世宗顶住了所有压力，训民正音的颁布不仅是一套文字的诞生，是一个民族思想独立的宣告。世宗还是一位科技和农业的推动者，他身边有一位天才发明家蒋英石。蒋英石出身卑微，母亲是官婢，但他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机械天赋。世宗不拘一格，破格提拔他负责全国的天文和计时仪器。蒋英石制造了自击漏，一台能自动敲钟报时的水力钟。他还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雨量计之一——测雨器。世宗命人把这些测雨器推广到各郡县，改良活字印刷，还编纂《农事直说》，总结全国老农的种植经验。他派遣将领经营北方，对女真部落恩威并施。军事推进与招抚安置并举，最终在鸭绿江和图们江南岸设立了4郡6镇，确立了今日朝鲜半岛的北部边界。这是一个充满创造力和自信的时代。盛世的阴影是党争。从燕山军时代起，朝鲜的政治就陷入了无休止的派系斗争。燕山君是一位有着严重心理创伤的强硬君主，他的生母在宫廷斗争中含冤离世，掌权后展开了激烈的报复。他以士林派官员的文集有不当言辞为由，大肆惩处和流放。后来连佛寺都被他改建成妓院，最终大臣们联手把他废黜流放。此后的中宗时期，党争愈演愈烈，士林派与勋旧派反复较量，事祸接连不断。到了宣祖时代，朝廷分化为东人和西人，官员把精力全部放在互相倾轧上，边防废弛，军备松弛。此时，日本列岛上一个叫丰臣秀吉的枭雄刚刚结束100年战国乱世，他把目光投向西方，朝鲜即将面对建国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公元1592年4月13日，丰臣秀吉号令15万日军在釜山登陆。日军经过战国时代的洗礼，装备了先进的火绳枪，战斗力极强。朝鲜军队已经200多年没打过仗，武备松弛，一触即溃。日军势如破竹，20天攻克都城汉阳，3个月打到平壤。国王宣祖仓皇北逃，一直跑到鸭绿江边的益州。他向明朝发出紧急求援，说朝鲜就要亡了。陆军全线受阻时，一个叫李舜臣的人在海面上扛住了战争。李舜臣是全罗左道水军节度使，性格刚直，官场上并不得意，但他深谙海战，之前督促建造了一种新型战船——龟船。
这船外表像一只巨大的乌龟，船身覆盖铁板，船顶布满尖刀，船头有龙头可以喷烟放炮，船内桨手不受箭矢威胁。李舜臣率领龟船队在玉浦、咸山岛等海战中将日本舰队打得大败。最重要的是，他切断了日军从海上运输补给的生命线，丰臣秀吉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了。另一股力量是义勇队，日军烧掠的行为激起了全罗道、庆尚道各地民众的愤怒，儒生和农民自发组织起来。郭在又身穿红衣，在洛东江边截击日军补给线，被尊为红衣将军。赵献率领700义士，在锦山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苦战，全部壮烈阵亡。他们用牺牲填补了正规军的溃退。明朝的援军是决定性力量。万历皇帝意识到丰臣秀吉的真正目标是大明，他派出李如松率4万辽东精锐入朝。公元1593年初，联军苦战收复平壤，这是一场极为激烈的巷战，炮声如雷，矢石如雨，日军损失巨大，败退难逃。战争断断续续打了7年。公元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派兵，李舜臣在明良海战中仅凭12艘战船迎战日军330余艘。他利用潮汐和狭窄水道，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公元1598年，陆良海战的最后一刻，李舜臣中弹阵亡。他留下遗言：战方急，慎勿言我伤。同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全面撤退。7年战争结束，朝鲜保住了国脉，但半岛城乡破败，人口锐减1/3，耕地荒芜，文化珍宝大量毁于战火。战争刚结束，东北亚的局势又天翻地覆。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崛起，建立后金。朝鲜感念明朝再造之恩，坚定站在明朝一边，激怒了后金。皇太极派大将阿敏率军入侵，史称丁卯胡乱。10年后，公元1636年，皇太极已经改国号为清，他亲率12万大军压境，史称丙子胡乱。国王仁祖逃入南汉山城，被围困45天，粮尽援绝。仁祖最终身着青衣出城，向皇太极行3跪9叩大礼。世子被送往盛京做人质，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对以儒教道统继承者自居的朝鲜士大夫来说，这是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他们私下里坚持使用明朝的崇祯年号长达200多年，视清朝为夷狄。在这段历史伤痛的警醒下，朝鲜进入了一个反思期。英祖和正祖2位国王试图重整河山。英祖推行荡平策，禁止朋党之争，他缩小了两班和平民的税赋差距，甚至微服出巡了解民情。正祖修建水源华城，设立奎章阁，拔擢实学人才。奎章阁不仅是皇家图书馆，更是正祖培养改革派官员的秘密渠道。朴芷元随使团访问清朝后，写出《热河日记》，书中详细记录了清朝的砖瓦烧制、运河运输、马车制造等技术细节。他大声疾呼：不要再只读古书了，出门看看真实的世界吧。丁若雍则更进了一步，他被流放康金18年，在这期间写下了500多卷著作。他设计了能吊起巨石的起重机械，用来修筑城墙。他还提出了土地公有和按劳分配的主张，比欧洲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早了半个世纪，但他们的思想超越了时代。正祖英年早逝后，保守势力卷土重来，朝鲜再次陷入世道政治的泥潭。外戚安东金氏把持朝政，腐败透顶。天主教的传入引发了新的紧张，朝廷大肆管控教徒。朝鲜这座隐士王国在封闭和僵化中走向了19世纪。19世纪中叶的朝鲜是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王国。1863年，12岁的高宗即位，实权掌握在他的父亲兴宣大院君手中。大院君是个强硬人物，他认为只要把门关得严严实实，外面的风暴就进不来。他打击外戚，整顿财政，在全国广立敕和碑，碑上刻着杨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他还严厉约束天主教，惩处了数千名教徒。1866年，法国舰队进攻江华岛，被朝鲜军队击退。
同年，美国商船谢尔曼将军号在平壤被烧。1871年，美国舰队再来，同样被击退。这些胜利让大院军更加自信，以为锁国是可行的。他错了，时代已经变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对朝鲜虎视眈眈。1875年，日本军舰云洋号驶入江华岛附近水域，朝鲜炮台开火，云洋号猛烈还击，摧毁炮台。第二年，一支庞大的日本舰队开到江华岛，在炮舰的威胁下，朝鲜被迫签订江华岛条约。条约第1条写着，朝鲜是自主之邦。这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是釜底抽薪。它否定了清朝的宗主权，为日本日后渗透朝鲜扫清了法理障碍。这是朝鲜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国门一旦打开，各种势力涌入，闵妃集团取代大院军掌权，试图在清朝和日本之间周旋。年轻的开化派官员金玉均等人在日本支持下发动了甲申夺权。他们想要效仿明治维新，3天后就被袁世凯率领的清军平息。1894年，全崩准领导的东学党抗争席卷全罗道。东学党打出的旗号是除暴安良、驱逐倭夷。东学是19世纪中叶兴起的一种本土宗教，创始人崔继余试图融合儒释道三教对抗西方基督教的传播。东学在底层民众中传播极快，因为他说出了老百姓最朴素的诉求：人人平等，世道公平。抗争军一度攻占全州，朝鲜政府无力应对，向清朝求援。清朝出兵，日本也趁机大量派兵，两军对峙朝鲜半岛。同年7月，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击沉清朝运兵船，甲午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日本扶植亲日派上台，强推甲午更张。这场改革废除了科举和2班身份制度，改用太阳历，设立近代内阁。表面上看是朝鲜自己的改革，实际上是在日本军事压力下进行的。清朝败绩后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延续了几百年的中朝宗藩关系就这样被一刀切断。名义上独立的朝鲜实际落入了日本的控制。1895年，日本公使派遣浪人闯入景福宫，他们伤害了与俄国亲近的闵妃，将她的遗体焚毁。高宗惊恐之下逃入俄国公使馆避难。1897年，他回到王宫，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自称皇帝。但在这段混乱时期，朝鲜内部并非全无反抗和觉醒。曾参与甲申夺权后流亡美国的徐载弼，以美国公民身份回到汉城。他在1896年创办了《独立新闻》，这是朝鲜第一份纯韩文报纸，不用一个汉字，专门写给老百姓看。徐载弼还发起成立了独立协会，在汉城修建了独立门。他们号召民众行动起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要事事仰人鼻息。独立协会组织大规模民众集会，讨论国政改革，远远超出了当局容忍的底线。1898年，政府出动军队，依令解散了独立协会，但这股启蒙的火种已经点燃，再也扑不灭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俄国后，再也没有力量能阻挡他的野心。1905年的以四保护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外交权，伊藤博文出任首任统监，实际控制了朝鲜内政。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半岛各地爆发出愤怒的吼声，前官员、儒生、农民甚至猎户扛起火枪、刀矛和农具，自发组成义勇队。他们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后勤补给，只有一腔孤勇。1907年，日军解散了仅有的大韩帝国军队后，更多正规军士兵带着武器加入义勇队。义勇队一度多达数万人，在江原道、中清道和咸镜道的山区与日军周旋。日军调集重兵围剿，采取烧村连坐的强硬战术。义勇队伤亡较重，残部越过鸭绿江退入中国东北。后来金日成的父亲金亨济以及众多独立运动者都与义勇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07年，高宗试图派密使参加海牙和会，被日本逼退位。1909年，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中了伊藤博文。1910年8月22日，
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王朝落幕，半岛沦为日本的管辖地。这个存在了518年的王朝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日本管辖统治35年，朝鲜人民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劳工。日本总督府实行强权统治，宪兵警察遍布城乡。全半岛的宪兵警察署从1910年的107个，10年后暴增到2700多个。朝鲜人稍有反抗，立即被捕，不经审判就能拘留数月。文化被连根拔除，日语成为国语，姓氏被强行更改。1911年，总督府颁布朝鲜教育令，禁止学校教授韩语和历史，所有课程必须用日语授课。粮食被大量运往日本，本土民众食不果腹，数以万计的朝鲜女性被迫服役，无数男子被送到日本和南洋做苦力。日本还推行了土地调查，大量农民的土地被登记为无主地后没收，转卖给日本移民，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日本财阀手中。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压制。日本管辖者在文化上也是毫不留情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景福宫的命运。日本总督府大楼刻意选址在景福宫正殿光化门正前方，一座巨大的西式穹顶建筑牢牢压住了朝鲜王朝500年王宫的中轴线。景福宫90%以上的殿阁被拆除或改建，只剩零星几座，在灰蒙蒙的总督府阴影下苟延残喘。日本人的用意昭然若揭，不仅要统治这片土地，还要从空间上让朝鲜人永远抬不起头。1995年，韩国政府花大力气拆除了总督府大楼，但争议至今未息。有人说这是抹掉历史伤疤，有人说这是毁掉历史证据。抵抗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1919年3月1日，汉城塔洞公园，青年学生面对聚拢的民众高声朗读独立宣言书，以此为起点，一场席卷整个半岛的和平游行爆发了。超过200万人走上街头，高呼独立万岁。日本当局用强硬手段应对，水源低盐里，日军将村民驱赶进教堂点火焚烧。3·1运动中，一个16岁的女学生柳宽顺被捕入狱，她在狱中继续高呼独立，受尽折磨后离世。她成了3·1运动最令人心碎的象征。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唤醒了沉睡的民族意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金九担任国务领。在中国的土地上，朝鲜独立运动继续坚持了20多年。临时政府辗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最后落脚重庆。他们组织韩国光复军与中国的抗日力量并肩作战。金九这个人是韩国独立运动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角色。他早年因冲突日本军官入狱，在狱中自修成才。出狱后，他策划了多起重大行动，包括1932年尹凤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向日本军政要员发起的壮举。金九主张建立统一的民主韩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托管。他的理想最终被冷战撕裂，但大韩民国宪法至今仍写着继承临时政府的法统。文化领域的抵抗同样坚韧。1942年，日本当局在全国搜捕朝鲜语学会成员。这群语言学者几十年来默默编纂韩语大词典，用最安静的方式守护自己的母语。他们被捕后受到严苛对待，数人在狱中病故，但词典的手稿被藏匿起来，战后得以出版。这本词典成为后来韩朝两国各自编定语言标准的基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半岛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但这喜悦转瞬就被冰冷的铁幕所取代。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南部和北部接受日军投降。这原本是临时性的军事划分，却迅速演变成永久性的隔离。1945年12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达成了一项托管协议。美苏英中四国将对朝鲜进行为期5年的托管，随后建立统一的临时政府。消息传回朝鲜，舆论立即炸开了锅。右派认为托管就是变相管控，激烈反对；左派则接受苏联立场，支持托管。原本已经脆弱的左右合作瞬间破裂。1948年，
美国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在苏联抵制的情况下，联合国决定在朝鲜举行单独选举。南方在美国支持下，1948年8月成立大韩民国，李承晚出任总统。北方在苏联扶植下，1948年9月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出任首相。两个政权都宣称自己是整个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38线上武装冲突不断升级，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味道。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的坦克越过38线，向南发起全线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北方军队势如破竹，3天攻克汉城，李承晚政府撤至釜山一隅。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切断朝鲜军队后路，战局逆转。联合国军一路北上，打到了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将战线重新推回38线附近。随后3年的拉锯战极为激烈。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战争没有赢家，数百万人伤亡，城市乡村化为废墟，数十万家庭被一条纬度线撕裂。和平条约至今未签，法理上战争状态没有终结，非军事区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边界。停战后的朝鲜半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北方在金日成领导下，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工厂和城市。千里马运动如火如荼，平壤建起了地铁、喷泉和大型纪念碑。主体思想被写入宪法，强调政治自主、经济自立、国防自卫。金日成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体制，但苏联解体后，北方的经济失去了外部输血。90年代中期，连续的自然灾害和体制僵化引发了大饥荒，人口急剧减少。此后，朝鲜依靠有限的自力更生和核武器研发，在孤立中艰难维持。南方在李承晚之后经历了动荡。朴正熙在1961年发动军事夺权上台，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蔚山现代造船、浦项制铁相继投产。韩国经济年均增长超过10%，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军人威权也伴随着压制异己。1980年，光州民众抗议遭武力平息，死伤逾千。直到1987年6月，民主运动，韩国才实现直选步入民主化。1988年汉城奥运会是一个标志性时刻，韩国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从战争废墟中崛起的现代国家。韩市奥林匹克体育场里，39亿电视观众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曾经的影视王国。奥运会之后，韩国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建交，外交局面彻底改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巨大，韩元暴跌，外汇储备几近枯竭，大宇、起亚等财阀集团接连闭闭，韩国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接受严苛的援助条件，数十万人失业，普通市民排队捐现金、戒指金、项链，想用个人积蓄为国家还债。这场危机反而倒逼韩国进行了一轮彻底的金融和企业改革。仅仅3年，韩国经济就强势反弹。此后，三星、LG、现代等品牌走向世界，韩国的半导体、手机、汽车打入了全球市场。进入21世纪，一股韩流浪潮席卷亚洲，从电视剧到流行音乐，从泡菜到化妆品，软实力的崛起让这个曾经的小国在全球文化版图上有了自己的位置。南北的对峙中有过温暖的瞬间。1972年，双方发表7·4共同声明，首次确认了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的统一3原则。1991年，韩国和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各自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2000年，金大中和金正日在平壤举行历史性的首脑会晤，离散家属重逢，金刚山旅游开通开城，工业园区启动。金大中因为推动阳光政策，成为韩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2018年，文在寅与金正恩在板门店握手，朝鲜队和韩国队在一面统一旗下列队入场奥运会。但这些善意像沙堡一样，一次次被潮水冲走。2010年，天安舰沉没，46名韩国水兵遇难，延坪岛遭炮击，平民伤亡。
开城工业园几度开关，最终关闭。金氏三代政权持续推进核武器研发，朝核问题成为半岛最棘手的危机。2023年底，金正恩在劳动党全会上正式宣布，朝韩不再是同族关系，称韩国为首要对立国。次年1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删除了宪法中关于统一的表述。如今的38线仍然是世界上兵力最密集的边界。两个朝鲜，一个拥有核武器，社会庞大而封闭，另一个经济发达，文化产业繁荣。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同样的祖先记忆，从檀君神话走来，经历过汉四郡三国争霸，经历过统一新罗的佛国辉煌，高丽的兴衰，经历过蒙古的铁蹄，朝鲜王朝的儒家盛世，也经历了人臣的烽火，日本的管辖，冷战的隔断和战争的创伤。这条漫长的道路上，这个民族承受了太多的外部干预和内部撕裂。看完了这几十分钟的漫长岁月，你可能更了解朝鲜这个国家。外部强权的干预，内部派系的撕裂，在这个半岛上反复上演。但无论南北，他们依然说着同一种语言，共享着同一段祖先的记忆。历史的伤疤或许极难愈合，但了解这段前因后果，是我们看懂今天东北亚局势的钥匙。制作深度长视频非常不易，如果你喜欢这样硬核又深度的历史视频，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